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阿生谈美国。我们上期节目为大家简单介绍了几只房产投资信托股票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将在为大家介绍几个呢 REITs ETF 房产投资呢基金的情况。房产投资基金呢，它和房产投资的这个股票，它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呢，就是具有抗通胀、高分红和具有一个良好的现金流的一个特色。而且呢，如果投资于 REITs 的 ETF 呢，还可以分散投资单一 REITs 股票的一个风险。但是同时呢，或许呢，您的收益呢又低于某一个单一 REITs 股票的一个收益。既然 REITs ETF 它是投资于呢 REITs Stock 股票，那么它的 REITs Stock 股票拥有的特点呢，它基本上也拥有。因为 REITs 股票呢，必须要将其盈利的90%用于股东的分红，所以呢 ，REITs ETF 的它的一个每个季度甚至呢每个月的分红呢，也比其他的股票呢相对要高一些。而且呢，鉴于疫情以后呢，美国经济活动的一个回暖，还有通货膨胀的继续走高 ，REITs 的收益呢预期呢或许会高于大多数其他的一些行业。但是呢 ，REITs 呢，既然它是股票和 ETF， 那么呢，投资者也要同时承担呢它的一个股票或者基金市价下跌的一个风险。但是呢，在它股票和基金市价下跌的情况下呢，如果它继续呢是盈利的话，那么最起码呢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呢还有一个分红到了您的账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呢 ，REITs 它的股票或者基金呢，大多数的分红呢，无法呢被认可为那种税率优惠的长期资本利得。对于呢 AGI 相对高的投资者呢，这一部分股票的一个呢税务上的一个负担呢，也应该考虑进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只可以说目前市场上最大的 REITs 的 ETF VNQ， 它是梵高基金公司底下的一只呢REIT ETF。它目前这个基金的管理规模呢，将近83个 billion， 股息回报率呢，目前呢大概是 2.19%， 它的管理费呢只是 0.12%， 这个是和梵高底下呢绝大多数比较低廉的管理费的基金是相符合的。那么它在今年一年的它的投资收益呢是负的 18%， 那么是和其他的股票的情况比呢，整个大盘的比呢差不多。它呢拥有172个 stock， 投资是非常分散的，将它的风险分散到不同的很多的这个 REIT stock 里面去。我们看一下它旗下呢，它的 portfolio， 它旗下都拥有哪些股票，投资哪些股票呢？它最多投资的是一个梵高的这个呢，就是房地产投资的一个指数。其他的比较多的呢是这个 AMT， 就是说作为一个通信基站网络的那个通信塔的，这个我们在上期节目也介绍过这一家。其他的还有呢物流的 Prologistic， 还有呢 Crown Cars International Corp， 这都是它比较大的几个呢拥有的这个 stock。这几个 stock 呢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较大的几个呢 REIT stocks。那么这家基金是2005年呢就已经建立的一个基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呢这差不多10几年的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它在绝大多数年份的投资呢还都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呢，2021年呢，它达到了40%的一个投资回报率；2019年呢是一个将近30%的投资回报率，在2014年呢30%的回报率，同时呢2009、2010呢也都是将近30%的回报率，在2006年呢是35%的回报率。那么它最大的回撤是多少呢？2017、2008呢这个呢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是16%，一个是37%的一个回撤。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两次比较大的回撤呢，是在2018年6%。和2020年的一个5%。总的来说呢，近5年呢，它的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我们下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支呢 REIT ETF 呢，是摩根大通底下新成立的，于2018年6月份成立的一家呢 REIT ETF。这家 REIT ETF 呢，它投资于 apartment 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它也是拥有呢有138个股票。
它呢目前的基金管理规模呢是1.32个 billion， 股息回报率呢目前是2.87%，管理费用呢也有仅仅的0.11%，是相对比较低廉的一个管理费用。那么它在今年呢，目前的投资回报率呢是亏损了17%，这个和目前的整个大盘的趋势也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来看看呢这一家 REIT ETF 它的10个重仓的股票都是哪一些？它主要呢是在这一些呢商用住宅呀、民用住宅、办公呀，还有图书馆呀、物流行业呀、数据库呀、个人仓储呀等等。比如像这个 PLD 呢，它就是物流；EQIX 呢，它是投资于数据库；PSA 呢是投资于个人的一个公共仓储；SPG 呢，还有呢AVB 呢是民用住宅，ARE 呢是办公及图书馆等。因为这一支 REIT ETF 呢是2018年6月份刚刚成立的，所以它只有3个年度的一个投资回报率作为一个参考。我们看一下最近年度的2021年的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不错的43%，2020年呢是7.5%的一个亏损，2019年呢是26%的一个盈利，那么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呢是17%的一个亏损。我们下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支 REIT ETF 也是大基金公司管理的一个 REIT ETF SCHH， 它的基金规模呢达到了6.7个 billion， 股息回报率呢目前是2.34%，管理费呢相对较低，只有0.07%。那么这支股票呢，它一般呢只投资那些呢直接拥有物业的房产信托，它不投入房屋信贷公司呢或者小型的一些地产，它呢只投入那些呢在2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的地产信托。那么它呢投资的风格呢比较稳定，所以呢它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一些。SCHH 的10个这个重仓股呢，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股票，比如说呢，像 AMT 做这个通信基站的，它呢第3只大股票呢 CCI 也是做通信基础构架方面的，那么它不光只是通信基站，还有光纤设备等等这一些服务。那么它的第2大重仓股呢 PLD 呢是做物流方面的，其他的 EQIX 是做数据库存储方面的等等，还有 Public Stock。我们看看 SCHH 近10年的一个投资回报率，它呢不投入房屋贷款公司和小型地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呢风险控制能力做得比较好一些。我们看一下它的投资回报率在2021年呢是41%，2020年呢回撤了将近15%，2019年呢是23%的回报率，2018年呢是亏损了4.2%，其他的年度呢基本上来说呢还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回报率。现在介绍的这一个 REIT ETF XLRE， 它可以说是美国市场上第3大，按照基金管理规模来讲是第3大的 REIT ETF， 它目前管理的基金规模呢是5.81个 billion， 股息回报率呢目前是2.26%， 它的管理费呢也比较低，只有0.1%，但是它目前今年呢它的投资呢收益的回撤呢达到了18%，在我们前面介绍这几个呢，它也是算相对回撤率比较高的一家，它也是成立的时间不长，是2015年10月份才成立的一个 REIT ETF。它的投资的一个重仓股呢，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几家呢 ，AMT、PLD、CCI、EQIX、Public Storage 等等，而且它的前10家的这个重仓股已经占到它的总仓位将近64%，所以呢，它的这个仓位的集中率算相对比较高的。这只股票呢，从它成立以来呢，这前面6年的一个投资回报情况如何呢？2021年呢，回报率是46%，在2020年呢，它回撤了2.15%，这个回撤是比较小的。在2019年呢，投资回报率将近29%，跟前面其他的几个比，2019年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2018年仅仅回撤了2.31%，在2017年收益率是11%，2016年的收益率呢仅仅为3.18%。
下面介绍的这一家 REIT ETF 呢，是相对规模比较小的一个 ETF。KBWY 呢，它目前的基金管理规模呢只有将近302个 million， 它的股息回报率呢，但是很高的，目前是6.86%，它的管理费呢也相对比较高，0.35%。那么 KBWY 呢，它主要投资于中小型的房地产的信托，所以呢，它的特点相对来说是高回报、高风险。那么它在今年呢，目前的 year to date 的一个年度的回撤呢12%，那么它的高风险呢，在今年呢，其实跟前面那几家比呢，它的风险反倒目前的回报率要低于前面介绍那几家大的房产投资信托的 ETF。它呢目前呢只投资于28家股票，主要呢哪几个股票呢？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看到呢，它呢只投资于28家股票，它的前10个重仓股已经占有了它的总仓位的46%，而且它投资的这一些呢，都是一些中小型的房产信托股票，跟我们看到前面的那几家 REIT ETF 所投资的重点有所不同。我们看一下它近10年的一个投资回报率如何。2021年呢，投资回报率是31%，比我们前面看到那几家大型的 REIT ETF 投资回报率呢还相对要低一些。那么2020年呢，它的回撤率竟然达到了26%，所以这就说明它是一个高风险的。它的高回报呢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它的风险比别人要高一些。2019年呢还可以23%，相对要高一些，跟前面几家比。但是2018年的回撤也是很高的18%，所以呢，它从它前面这5年来看呢，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高风险，在有些时候呢回报率呢相对要高一点。我们本次节目介绍的最后一个 REIT ETF 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ETF。它呢不仅投资于美国，它70%的投资在美国，其他的还有另外4个国家，分别位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墨西哥。它目前的管理的基金规模呢是365个 million， 它的股息回报率呢最近是6.5%，管理费用呢相对较高0.58%。因为呢，它不仅投资于美国市场，还投资于其他的美国以外的4个国家，所以它的这10个重仓股呢，我们大家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不太熟悉的一些，只有那个 Iron Mountain 就是 IRM， 我们上期节目介绍过，它主要呢是做一个帮您重要的文件的一个存储，还有一些敏感文件的销毁，还有一些数据库的业务的这个 IRM。其他的我们大家可能相对不太熟悉的一些 REIT stock。那么它近几年的它的整个投资回报率情况如何呢？跟前面几个相比呢，总体来说它的投资回报率比前面几家都要相对差一些。它2021年仅获得了14%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在2020年它的回撤率竟然达到了将近37%。2019年还是不错的22%的投资回报率，但是2018年的回撤率也达到了5%，但是2017和2016年的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不错的17.8%和23.7%。今天和大家介绍的6只 REIT ETF 的情况，那么这6只房产投资信托的 ETF 它们和目前其他的大多数的股票和基金一样，面临着市场的一个调整。今天的这次节目仅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想投资这方面的 ETF 或者这一方面 REIT stock 大家需要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一个 stock 或者 ETF 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同时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谢谢您观看我的节目，下次再见。